我跟大家說一件特別玄學的事情，哪怕时間隔得再久，我现在回想起来之後，依然觉得是非常的不可思议。以前我上別人家的門，然後幫自己去討一筆債的時候，我推進那個門的那一刻，我幾乎整個人就是愣在了那兒，我整個人都變得沉默了，沒法說話。他那個屋裡啊是空蕩蕩的，家徒四壁的那種感覺啊，什麼值錢的東西啊，什麼啊家居啊什麼的都沒有，空蕩蕩的。屋裡只有2個人，一個是年邁的老年人，還有一個是剛滿1歲左右的一個小娃娃。這個老人呢就坐在一旁，小心翼翼的啊，在這個懷裡給這個小孩餵這個稀粥。這個孩子的臉上、嘴角上啊，還有衣服上弄的幾乎都是那種糊糊，就糊在一起的，讓人看着特別的揪心，特別的心疼啊，就這麼個場景啊。那我慢慢的去了解了這個整個家裡的遭遇之後哈，我的心裡也是五谷雜糧的，說不上來的滋味啊。这家的兒媳婦早早的就拋下了自己的孩子啊，然後呢拋下了自己的家庭，跟別的人去跑了。那家裡呢就是一個老年人住在那兒，常年的這生病也看不起病，他不僅花光了自己家裡所有的積蓄啊，還欠下了一大堆的外債，數不完的外債，也沒有去掙錢的能力，最後呢就是人也沒能夠救得回來啊。然後呢家裡的還有一個男主人呢，也是常年在外打工，很少能夠回到家裡來啊，都沒有回家。那個老人呢，他很通透啊，也很實在，直接問我你是不是來上門要賬的啊？他說讓我隨便看看家裡有沒有值錢的東西啊，或者說家裡有沒有什麼值錢的玩意兒和情況啊，自己拿走就可以了啊。說但凡家裡能夠有抵債的東西，你都可以直接搬走啊，活得很通透。就那一刻啊，我真的是无法形容自己的心情，包括我现在我都无法形容啊，心酸、无奈、愧疚，各种的五谷杂粮情緒全都湧到頭上來了，對吧？我最後呢就心軟了，隨口就撒了一個相對於非常善意的謊言吧。我就告訴這個老人，我說我並不是來要這個外債的啊，我是你兒子的同事啊，之前就是他兒子借過我3000塊錢，然後最近呢就是一直聯繫不上人，我也不知道他在幹什麼，今天就是特意就是過來還錢的啊，就我管他借的錢嘛，還錢的。然後我就把我自己身上所有的資金，一共就3000多塊錢那時候啊，然後連兜裡的這個5塊8塊的1塊2塊的這種零錢也全都掏出來了，遞給這個老人，說我是過來還債的。然後我就這樣還給了他，對吧？然後我當場就撕掉了這個欠條，所有的欠條我都撕掉了，直接扔掉了。就那一刻，我就自己在心裡，我就告訴自己這筆錢就當是我投資虧損的，投資不利，是我隨手丟掉的一筆錢了，就這樣來安慰自己啊。我本以為這件事兒就這樣平平無奇的過去了啊，就自己吃了個虧啊，做了一件善事，做了一個美事，對吧？我本以為就這樣就過去就算了，不會有任何的回報啊，但是結果就是在當天的晚上，幾個朋友非要拉着我說，我們就湊局打個麻將吧，3缺1啊，說剛好缺一個。然後本來我是打算不去的啊，但是使勁硬拉外扯的，然後就說本身會打麻将嘛，然後就叫我們過去了，然後我就跟着過去了。平時幾乎我是根本就不參與這些娛樂的東西，但實在推脫不掉嘛，幾個非常要好的朋友，我們3個人就硬着頭皮我就去了唄，我就坐下了玩了一會兒。但是誰都想不到，就這一次隨手參與的一個麻將的局啊，我最後算下來之後，整場就贏掉了，一共是18400塊錢啊！原本就是欠的那個15000的欠款的外債嘛，那不僅全部回了本，還讓我多出來了好幾千塊錢啊！多了很多收益。就從那一件事之後哈，我這輩子我就不管是做生意還是生活也好，我就徹底相信了一件事，就是人活着只要是心存善念的人，你當下可能看似的吃虧，看似的去付出，看似的是没有的回報，看似的是這種白白的犧牲啊，承善他人，實則上就是所有的善意都會以另一種的方式加倍回流到你自己的身上啊。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因果，所有的報應，所有的善待人看起來就是這種的不公，對吧？但是呢，這個世界它從來不會虧待就是任何一個心存善良和心存感恩的人
啊，你所有的包容，所有的这种心软，所有的善良，所有的不追求这种回報的付出，最後都會變成你的因果當中，你人生路上的一個福報和你人生路上的一個運氣啊。最後我想說一下，文案是別人的，但是我是親身經歷過這種事情，我不知道你們經歷過沒有。